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男子捕鱼遇蛟龙渡劫讨风，他赶紧对他说：“好大一条龙啊！听说了吗？”老张头那天在河里捕鱼，愣是撞见了一条大蛟龙。村口的大槐树下，几个老汉围坐一圈，抽着旱烟，聊着闲天。嗨，这事儿能不信？老张头那胆子，咱村里谁不知道？可那天回来，脸白得跟纸似的，直愣愣地说自己见到了龙。李大爷吧嗒了一口烟，眯缝着眼，一副深信不疑的模样。得了得了，你俩就别吹了，这年头哪来的龙？老张头八成是撞邪了。王二婶从旁边经过，不屑地撇撇嘴。可这事儿还真不是空穴来风。话说那天清晨，老张头起了个大早，打算趁着凉快去河边捕鱼。他这人一辈子靠水吃水，捕鱼的手艺那是没得说。村里人都说老张头跟河里的鱼儿有缘分，每次下网准能捞个盆满钵满。老张头扛着渔网，哼着小曲儿，一路走到了村西头的河边。河水清澈见底，偶尔有几条小鱼跃出水面，溅起点点水花。老张头找了个好位置，麻利地撒下了网。等了一会儿，老张头开始收网。这一网下去，嘿，还真沉。他心里一喜，暗道今儿个运气不错。可当他费力地把网拉上来时，却愣住了。网里哪有什么鱼呀？就一条黑不溜秋的，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，正盘成一团，呼呼地喘着粗气。老张头定睛一看，妈呀，这不是龙吗？那玩意儿浑身漆黑，鳞片闪闪发亮，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，正瞪着自己呢。老张头吓得差点扔了网，连退了好几步，差点掉进河里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龙啊！老张头喃喃自语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他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哪儿见过这种场面？就在这时，那蛟龙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老人家，莫怕，我乃河中蛟龙，今日渡劫，须得人间一句夸赞，方能化龙升天。你若能助我，日后必有重谢。”老张头一听，差点没吓尿裤子。这龙还会说话？还渡劫？这不是书上才有的事儿吗？可眼瞅着那蛟龙一副诚恳的模样，老张头心里也犯了嘀咕：这万一要是真的呢？自己要是能帮上忙，那可是积了大德了。于是老张头壮着胆子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好大一条龙啊！”话音刚落，只见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，雷声轰鸣。那蛟龙浑身一震，鳞片开始脱落，身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老张头吓得闭上了眼睛，心里砰砰直跳。过了一会儿，等老张头再睁开眼时，只见天空中一条金色的巨龙盘旋而上，直冲云霄。那蛟龙果然化龙升天了。老张头看得目瞪口呆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等他缓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自己还站在原地，手里还攥着那张渔网呢。他赶紧扔下渔网，连滚带爬地跑回了村里。一路上，老张头心里那个激动啊，自己竟然亲眼见到了龙，还帮了龙一把。这事儿要是说出去，那不得让人羡慕死啊！老张头一回到村里，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李大爷和王二叔他们几个，把自己遇到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开始大伙儿还不信呢，以为老张头喝多了说胡话。可老张头那认真的模样，又不像是在撒谎。于是大伙儿就半信半疑地听着，心里也跟着犯嘀咕。这事儿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。大伙儿都议论纷纷，说老张头肯定是撞见龙了，要不咋能说的那么真呢？可就在大伙议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村里却发生了一件怪事。村东头老王家的猪圈里
突然出现了一条大蛇。那蛇浑身漆黑，跟老张头描述的蛟龙一模一样。大伙一看都吓得够呛，心想这不会是那蛟龙的同类吧？老王头更是吓得腿都软了，赶紧去找老张头。老张头一听这事儿，心里也犯嘀咕：难道说那蛟龙渡劫没成功，又回来找麻烦了？老张头战战兢兢地跟着老王头来到了猪圈前，一看那大蛇，差点没晕过去。这不就是自己那天见到的蛟龙吗？只不过现在小了点儿，成了蛇的模样。老张头，这可咋办呢？老王头急得直转圈。老张头挠挠头，心里也没谱。就在这时，那大蛇突然开口说话了：老人家莫怕，我乃那日渡劫的蛟龙，因渡劫时元气大伤，不慎落入凡间，幸得您当日夸赞，助我化龙升天，今日特来报恩，望您收留。老张头一听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！原来这蛇真的是那蛟龙变的，还特意来报恩了。他赶紧点头答应，把大蛇领回了家。那大蛇自从到了老张头家，就表现得特别乖巧，每天帮他看门护院，还时不时地从河里给他捞些鱼虾上来。老张头对此感激不尽，对大蛇更是照顾有加。可这事儿却引起了村里一些人的嫉妒，他们觉得老张头这是走了狗屎运，竟然得到了一条龙的庇护。于是他们开始想方设法的想要得到大蛇的青睐。有的人给老张头送礼，有的人甚至直接跑到老张头家，想要跟大蛇套近乎。可大蛇却根本不搭理他们，只认老张头这一个主人。村里人见大蛇如此忠心，也就死了心。可他们心里还是不甘心，总想着要是自己也能得到一条这样的龙该多好啊！就在这时，村里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，说是在村西头的河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，里面金光闪闪，好像有什么宝贝。大伙一听都兴奋得不得了，心想这肯定是那蛟龙的巢穴，里面肯定有不少宝贝。于是大伙纷纷拿着家伙绳儿，朝着村西头的河边跑去。老张头一听这事儿，心里也犯了嘀咕，心想这洞穴不会是那蛟龙的吧？要是大伙进去捣乱，惹怒了蛟龙可咋办？于是老张头赶紧跟着大伙儿来到了河边。只见那个洞穴果然巨大无比，洞口还闪烁着金光。大伙一见，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。可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，雷声轰鸣。只见一条金色的巨龙从天空中盘旋而下，直奔洞穴而来。大伙一看，都吓得目瞪口呆。这不就是那蛟龙化成的龙吗？那巨龙一到洞穴前就停了下来，他瞪大眼睛看着洞口的人群，嘴里发出阵阵怒吼。大伙一听，都吓得赶紧往后退。老张头一看这架势，心里明白肯定是大伙儿惹怒了蛟龙。他赶紧站出来，朝着巨龙喊道：龙王爷息怒啊！这都是村里人不懂事，您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那巨龙一听老张头的话，眼神果然柔和了一些。他朝着老张头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飞进了洞穴。只见洞穴里金光一闪，那巨龙就不见了踪影。大伙一见，都吓得瘫坐在地上，心想这蛟龙果然厉害，连老张头的话都听。看来以后还是少惹他为妙。自从这事儿之后，村里人再也不敢去打扰那蛟龙了。而老张头也因为自己的善举，得到了村里人的尊敬和羡慕。他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，跟那大蛇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可就在大伙儿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的时候，村里却又发生了一件怪事。那天夜里，老张头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阵阵声响，他赶紧起床查看，只见那条大蛇正盘在院子里，浑身散发着金光。老张头一看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！
心想这肯定是那蛟龙又回来看他了。可就在这时，那大蛇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老人家，我乃那日渡劫的蛟龙，今日特来告别，我要回龙宫去了。”老张头一听，心里那个不舍呀。可他也知道，这蛟龙毕竟不属于人间，早晚都得回去。于是他强忍着泪水，点了点头。那大蛇见状，朝着老张头鞠了一躬，然后转身朝着天空飞去。只见天空中金光一闪，那大蛇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老张头站在院子里，望着天空，久久才回过神来。他知道，这蛟龙一走，自己以后的生活肯定又会恢复平静。可他却始终忘不了跟那蛟龙相处的点点滴滴。这事之后，老张头依然每天去河边捕鱼，可他却再也没有见过那条蛟龙了。每当他想起这事儿的时候，心里总是感慨万千，心想这世间的缘分啊，还真是奇妙无比。有时候，你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过客，却没想到这个过客会给你带来如此深刻的记忆。而村里人呢，也依然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。他们偶尔还会提起老张头遇到蛟龙的事儿，可却再也没有人见过那蛟龙了。大伙儿心里都明白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就让它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吧。老张头打那之后，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每天清早，他还是得去河边捕鱼，虽然没了那蛟龙的陪伴，但日子还算过得去。村里人见他也不再提那蛟龙的事儿，生怕勾起他的伤心事。可这天清早，老张头刚走到河边，就觉得气氛不对劲儿。河里静悄悄的，连一条小鱼的影子都瞧不见。老张头心里犯嘀咕：今儿个这是咋了？鱼儿们都躲哪儿去了？他正琢磨着呢，就听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老张头一回头，只见村里的小李子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老张头，不好了，村里出大事儿了。小李子脸色煞白，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。老张头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忙问：啥事儿啊？你别急，慢慢说。小李子喘了口气，说道：今儿个一早，村里人发现村东头的老槐树突然枯死了，而且树上还挂满了蛇皮。大家都说这是那蛟龙的诅咒。老张头一听，脑袋嗡的一下，他猛地想起那蛟龙临走前说的话，心里不禁泛起一阵嘀咕：难道说这真的是那蛟龙的诅咒？老张头顾不上多想，赶紧跟着小李子回到了村里。只见村东头的老槐树果然已经枯死，树上挂满了蛇皮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看上去阴森森的。村里人都围在老槐树旁，议论纷纷。有的说是那蛟龙回来报复了，有的说是村里人惹怒了神灵，遭到了天谴。老张头一听这些议论，心里更加不安。他走到老槐树下，仔细端详着那些蛇皮。这些蛇皮看上去跟那蛟龙蜕下的皮一模一样，难道说这真的是那蛟龙干的？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轰鸣，只见乌云密布，雷声滚滚。老张头抬头一看，心里不禁咯噔一下，这天气咋说变就变呢？村里人一见这架势，都吓得纷纷躲避。老张头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他心想，要是那蛟龙真的回来报复，自己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得保护村里人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乌云中突然金光一闪，一条金色的巨龙盘旋而下，直奔老槐树而来。老张头一看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，这不就是那蛟龙化成的龙吗？他咋回来了？那巨龙一到老槐树上空，就停了下来。他瞪大眼睛看着地上的老张头和村里人，嘴里发出阵阵龙吟。老张头一听，心里那个亲切啊，他知道这蛟龙肯定是回来解释清楚的。果然，那巨龙开口说话了：乡亲们莫怕，我乃那日渡劫的蛟龙。
我此番回来，并非报复，而是有要事相告。村里人一听，都愣住了。他们没想到这蛟龙竟然会开口说话，更没想到他回来不是为了报复。那巨龙继续说道：近日，我发现河中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在蠢蠢欲动，这股力量若是不除，必将危害人间。我此番回来，就是希望乡亲们能助我一臂之力，共同铲除这股邪恶力量。老张头一听，心里顿时明白了，原来这蛟龙回来是为了这事儿啊！他赶紧站出来，朝着巨龙喊道：龙王爷，您说吧，我们咋帮您？那巨龙一听老张头的话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感激。他说道：明日正午，你们带上铁锹、木棍，到河边集合。我会指引你们找到那股邪恶力量的藏身之处，到时候你们只需听从我的指挥，便可将其铲除。村里人一听，都纷纷点头答应。他们心想，这蛟龙既然开口了，那肯定是真有这事儿，而且能帮上龙王爷的忙，那可是积了大德了。于是第二天正午，村里人都带着家伙食儿来到了河边。只见老张头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他们了。大伙儿一见老张头，都纷纷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他咋办。老张头摆了摆手，说道：大伙儿别急，等龙王爷来了，咱再商量。大伙儿一听，都纷纷点头。他们心里都明白，这事儿得听龙王爷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天空中金光一闪，那巨龙又盘旋而下，落在了河边。他朝着大伙儿点了点头，然后说道：乡亲们，跟我来吧。说着，那巨龙就朝着河里飞去。大伙儿一见，都赶紧跟上。只见那巨龙在河面上盘旋了几圈，然后一头扎进了河里。大伙儿也跟着跳进了河里，跟着那巨龙游了过去。游了不一会儿，只见那巨龙突然停了下来。他朝着大伙儿指了指前方，说道：那股邪恶力量就藏在那里，你们小心点儿。大伙儿一听，都纷纷点头。他们朝着那巨龙指的方向游去，只见前方有一个黑洞洞的洞穴。大伙儿一见，都吓得直哆嗦，心想这洞穴里不会藏着什么妖魔鬼怪吧？可就在这时，那巨龙突然发出了一声怒吼。只见洞穴里顿时金光一闪，一股邪恶的力量被那巨龙逼了出来。大伙一看，都吓得目瞪口呆。只见那邪恶力量竟然是一条巨大的黑色蟒蛇。那黑色蟒蛇一见那巨龙，就张开血盆大口，朝着它扑了过去。那巨龙见状也毫不示弱，张开嘴巴，喷出了一股熊熊的火焰。只见那火焰瞬间就将那黑色蟒蛇包围了，只听见那蟒蛇发出了一声惨叫，然后就化成了一股黑烟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大伙一见，都纷纷鼓掌叫好。他们心想，这龙王爷可真是厉害呀，连这么厉害的妖魔鬼怪都能打败。那巨龙见状，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他朝着大伙儿点了点头，然后说道：乡亲们，这股邪恶力量已经被我铲除了，你们放心吧，以后不会再有危险了。大伙一听，都纷纷点头。他们心里都明白，这事儿多亏了龙王爷。于是他们纷纷朝着那巨龙跪了下来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。那巨龙一见，赶紧说道：乡亲们快起来，不必如此客气。我乃水中之物，与你们人类本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但既然咱们有缘，那我就得保护你们。以后若是有啥难事儿，尽管来找我。大伙一听，都纷纷点头答应。他们心里都明白，这龙王爷可是个好人啊，以后若是能跟他拉上关系，那可就发达了。于是从那天起，村里人都把老张头当成了大英雄。他们觉得老张头能跟龙王爷搭上话，那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老张头对此也是欣然接受，毕竟
能帮上龙王爷的忙，那可是积了大德了。可就在大伙儿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的时候，村里却又发生了一件怪事。这天夜里，老张头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阵阵声响，他赶紧起床查看，只见一条黑色的大蛇正盘在院子里，正瞪大眼睛看着自己呢。老张头一看，吓得差点没晕过去，心想这黑色大蛇不会是那黑色蟒蛇的同类吧？他不会是来找自己报仇的吧？可就在这时，那黑色大蛇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老人家莫怕，我乃那日被你所救的蛟龙，我此番回来是有要事相求。”老张头一听，心里那个惊讶呀，心想这蛟龙咋又回来了？他还有啥事儿要求自己呢？那黑色大蛇继续说道：“近日我发现河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觉醒，这股力量若是被邪恶之人所利用，必将危害人间。我此番回来，就是希望你能帮我找到这股力量的源头，将其封印。”老张头一听，心里顿时明白了，原来这蛟龙回来是为了这事儿啊。他赶紧点头答应，说道：“龙王爷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帮您找到这股力量的源头，将其封印。”那黑色大蛇一听，眼里闪过一丝感激，他说道：“老人家，这事儿非同小可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明日正午，你到河边等我，我会指引你找到那股力量的源头。”老张头一听，赶紧点头答应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事儿得赶紧办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第二天正午，老张头就带着家伙食儿来到了河边。只见那黑色大蛇已经等在那里了，他朝着老张头点了点头，然后说道：“老人家，跟我来吧。”说着，那黑色大蛇就朝着河里游去。老张头也赶紧跟上。只见那黑色大蛇在河面上游了一会儿，然后一头扎进了河里。老张头也跟着跳了进去，跟着那黑色大蛇游了过去。游了不一会儿，只见那黑色大蛇突然停了下来，他朝着老张头指了指前方，说道：“那股力量的源头就藏在那里，你小心点儿。”老张头一听，赶紧点头。他朝着那黑色大蛇指的方向游去，只见前方有一个巨大的漩涡。老张头一见，心里不禁咯噔一下，心想这漩涡里不会藏着什么妖魔鬼怪吧？可就在这时，那黑色大蛇突然发出了一声怒吼，只见漩涡里顿时金光一闪，一股神秘的力量被那黑色大蛇逼了出来。老张头一看，顿时惊呆了。只见那神秘力量竟然是一块巨大的金色鳞片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男子捡到弃婴，稳婆坠塘身亡。和尚说此事与婴儿有关。哎呦喂，这事儿可真够邪门的。村里的老王头一边抽着旱烟袋，一边跟围坐在村口大树下的几个老汉聊着。老王，你快说说咋回事儿啊？旁边的小李子耐不住性子，催促道：“嘿，这事儿得从上个月说起了。咱们村东头的李大山那天上山砍柴，结果在半山腰上捡了个弃婴。你说这事儿奇不奇怪？”老王头吐了个烟圈，缓缓道来：“李大山是个光棍汉，平时就靠砍柴为生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那天他像往常一样，背上柴刀上了山。走到半山腰时，突然听到一阵婴儿的哭声。他顺着声音找去，发现一棵大树下，一个小包裹里躺着一个婴儿，正哭得撕心裂肺的。李大山心里那个不落忍啊，想着自己虽然穷，但好歹能给孩子一口吃的。于是他便把婴儿抱回了家，取名叫山娃子。这山娃子说来也怪，自从到了李大山家，不哭不闹的，特别懂事。李大山白天出去砍柴，山娃子就在家里自己玩，或者坐在门口等他回来。村里人都说这娃子是天上掉下来的小福星，给李大山带来了好运。可谁也没想到，
好景不长，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村里的稳婆赵大娘那天晚上去给村里的一户人家接生，结果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村口的大水塘里，就这么没了。这事儿可把村里人吓坏了。赵大娘可是接生了几十年的老手了，怎么可能好端端的掉进水里呢？村里人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赵大娘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；有人说是晚上太黑，看不清路；还有人说是赵大娘撞邪了。这事儿还没消停呢，李大山家又出事了。那天晚上，李大山像往常一样，早早地睡下了。半夜里，他突然被一阵哭声惊醒，仔细一听，是山娃子在哭。他赶紧爬起来，点亮油灯，跑到山娃子屋里。只见山娃子躺在床上，小脸蛋哭得通红，怎么哄都哄不好。李大山心里那个急呀，想着是不是山娃子哪儿不舒服。他摸了摸山娃子的额头，不烫啊，又看了看山娃子的身子，也没啥不对劲儿啊。就在这时，李大山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像是风声，又像是哭声，听得他心里直发毛。他壮着胆子走到窗前，打开窗户一看，外面啥也没有，只有一片漆黑。他刚想把窗户关上，突然看到远处村口的大水塘边似乎站着一个人影。那人影飘飘忽忽的，看不清是谁，但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李大山心里咯噔一下，想着不会是赵大娘的鬼魂来找他了吧？他赶紧关上窗户，回到屋里，把山娃子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心里默念着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大山就去找了村里的老和尚，想请他给看看家里是不是有啥不干净的东西。老和尚听了李大山的讲述，眉头紧锁，沉思了片刻，说道：“这事儿怕是与那婴儿有关啊。”李大山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问道：“和尚，你是说山娃子？”老和尚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别着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婴儿怕是来历不凡，你捡到他的那天可曾见过什么异常？”李大山想了想，说道：“那天我捡到山娃子的时候，天都快黑了，也没啥异常啊，就是听到他在哭。”老和尚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那就对了，这婴儿怕是被人下了咒，你捡到他，就把你给卷进来了。这赵大娘的死，怕也是与此有关。”李大山一听，吓得浑身直冒冷汗，问道：“那咋办呢？和尚？”老和尚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事难办啊，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你先回去，把家里收拾干净，再准备一些香火纸钱，晚上我来做法。”李大山连连点头，赶紧回家准备去了。到了晚上，老和尚带着几个徒弟来到了李大山家。他们在院子里摆了个法坛，点上香火，开始做法。只见老和尚手持念珠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手里的念珠越转越快，嘴里念的词也越来越急。突然，他猛地睁开双眼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还不现身！”话音刚落，只见一道黑影从李大山家的屋顶上窜了出来，直奔村口的大水塘而去。老和尚见状，赶紧追了出去。李大山也顾不上害怕了，也跟着追了出去。到了村口的大水塘边，只见那道黑影一头扎进了水里，没了踪影。老和尚站在水塘边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孽畜道行不浅，我暂时还奈何不了他。不过他既然已经现身，就说明他怕了我。你回去后记得把门窗关好，别让那婴儿再受到惊吓。我再给你一道符，贴在门上，可保你家一时平安。”李大山接过符，连连道谢，赶紧回家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李大山家里果然平静了不少，山娃子也不再哭闹了。可村里人还是心有余悸，尤其是晚上，都不敢一个人出门。有一天，村里来了一个游方的道士，
听说了这事儿，便主动找到了李大山。那道士看了看山娃子，又看了看李大山家的房子，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这婴儿身上的咒还没解呢，只是暂时被压制住了。”李大山一听，心里又紧张起来，问道：“那咋办呢，道长？”道士说道：“要想彻底解除这咒，得找到下咒的人，不过这怕是不容易呀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一道符，贴在婴儿的床头，可保他暂时无虞。然后你再带我去看看那大水塘，说不定能找到些线索。”李大山连连点头，赶紧带着道士去了村口的大水塘。道士围着水塘转了一圈，又在水塘边撒了一把米，嘴里念念有词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几只乌鸦从树上飞了下来，围着水塘转了几圈，然后飞走了。道士看着乌鸦飞走的方向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这孽畜怕是藏身在附近的山林里了，要想找到他，得费一番功夫啊。”李大山一听，心里那个急呀，说道：“道长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呀，我不能让山娃子有个三长两短的。”道士拍了拍李大山的肩膀，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不过这事儿急不得，得慢慢来。你先回去，我自有安排。”李大山只好先回家去了。从那以后，道士便在村里住了下来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四处寻找那孽畜的踪迹。村里人也都知道了这事儿，纷纷来问道士进展情况。道士总是微笑着说道：“快了，快了，别着急。”可这一等就是半个月，那孽畜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再也没找到。村里人开始有些不耐烦了，都说这道士是不是个骗子。道士听了也不生气，只是淡淡的说道：“这事儿急不得。”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村里突然狂风大作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大家都躲在屋里，不敢出门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道金光从道士住的屋子里冲了出来，直奔村口的大水塘而去。过了一会儿，金光收了回来，道士从屋里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颗黑色的珠子，说道：“这孽畜终于被我除掉了，这珠子就是他的内丹。”村里人一听，纷纷围了上来，看着那黑色的珠子，都啧啧称奇。道士把珠子递给李大山，说道：“这珠子你留着吧，可保你家一世平安。不过这婴儿的来历，怕是不简单啊，你好好待他，将来必有大福报。”李大山接过珠子，感激涕零，连连道谢。从那以后，村里再也没有发生过奇怪的事儿，李大山和山娃子也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李大山还是会想起那晚的事儿，心里暗暗琢磨：这山娃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这事儿过了没多久，李大山发现山娃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。别的孩子到了3、4岁还懵懵懂懂的，啥都不懂，可山娃子却聪明的吓人，很多东西一教就会，甚至有些东西李大山都没教过，他自己就懂了。有一天，李大山在家里收拾柴火，山娃子跑过来，指着院子里的一块石头，说道：“爹，那块石头下面有东西。”李大山一听，心里那个诧异啊，这石头他搬过无数次，下面除了土啥也没有啊。可山娃子这么说，他也不好意思驳斥，便走过去把石头搬了起来。这一搬可不得了，只见石头下面竟然有一个小小的铜匣子，铜匣子上还刻着一些奇怪的纹路。李大山拿起匣子仔细看了看，问道：“山娃子，你咋知道这下面有匣子的？”山娃子眨了眨眼，说道：“我就是知道啊，爹，你打开看看嘛。”李大山半信半疑地打开了匣子，只见里面放着一块玉佩，玉佩上刻着一条龙，栩栩如生，仿佛随时都会飞出来一样。李大山拿着玉佩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值不少钱呢。可转念一想，
这玉佩咋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他家院子里呢？就在这时，山娃子突然说道：“爹，这玉佩是我娘给我的。”李大山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问道：“你娘？你娘是谁？”山娃子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记得我娘给了我这个玉佩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咋的了。”李大山看着山娃子，心里那个乱呐，这孩子到底是啥来历呀？这事儿还没消停呢，村里又出事了。那天晚上，村里的一户人家突然着火了，那火势可真大呀，风一吹，呼呼的就着了起来。村里人赶紧起来救火，可那火势太猛了，根本救不过来。最后那户人家的房子被烧了个精光，好在人没事。可大伙儿都觉得这事儿邪门啊，好端端的咋就着火了呢？村里人都说怕是那户人家得罪了啥不干净的东西了。李大山听了，心里那个忐忑呀，想着不会是他家山娃子招来的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大山就去找了道士，想请他给看看这事儿跟山娃子有没有关系。道士听了李大山的讲述，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这事儿怕是跟那玉佩有关呐。”李大山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问道：“玉佩？那玉佩是我家山娃子在院子里挖出来的呀？”道士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对，那玉佩不是你家院子里的，它是被人故意放在那里的。而且这玉佩上刻的龙，可不是一般的龙，它是……”道士说到这儿，突然停了下来，神色变得有些凝重。李大山一看道士这模样，心里更急了，问道：“是啥呀？道长，你快说呀！”道士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它是龙脉之玉，能镇住一方风水。可要是被心怀不轨的人得到，那可就会引来大祸呀。”李大山一听，吓得浑身直冒冷汗，问道：“那咋办呢，道长？”道士说道：“这事儿难办呐，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你先回去把玉佩收好，别让任何人看到。然后你再准备一些香火纸钱，晚上我来做法。”李大山连连点头，赶紧回家去了。到了晚上，道士带着几个徒弟来到了李大山家，他们在院子里摆了个法坛，点上香火，开始做法。只见道士手持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手里的宝剑越舞越快，嘴里念的词也越来越急。突然，他猛地睁开双眼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还不现身！”话音刚落，只见一道黑影从李大山家的屋顶上窜了出来，直奔村口的大水塘而去。道士见状，赶紧追了出去。李大山也顾不上害怕了，也跟着追了出去。到了村口的大水塘边，只见那道黑影一头扎进了水里，没了踪影。道士站在水塘边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孽畜道行不浅，我暂时还奈何不了他。不过他既然已经现身，就说明他怕了我。你回去后记得把门窗关好，别让那玉佩再被那孽畜给偷走了。”李大山连连点头，赶紧回家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李大山家里果然平静了不少，村里也没再发生过奇怪的事儿。可李大山心里还是不踏实啊，这玉佩到底是个啥玩意儿？山娃子到底是啥来历？有一天，李大山带着山娃子去赶集，结果在集市上遇到了一个算命的老头。那老头看了一眼山娃子，突然神色大变，拉着李大山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里。老头低声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家这孩子怕是不简单啊。”李大山一听，心里那个咯噔啊，问道：“老先生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”老头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孩子怕是天上的神龙转世啊！你看他这面相，这气质，哪像是个凡人呢？”李大山一听，吓得差点没晕过去，说道：“神龙转世，这咋可能呢？”老头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这事儿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
不过你要是想保住这孩子的性命，就得把他送走，送回他本该去的地方。”李大山一听，心里那个乱呐，送走？送回哪儿去啊？老头说道：“送回龙脉之地，只有那里才能保住他的性命。不然的话，等他长大了，体内的龙气觉醒，那可就会引来大祸呀。”李大山一听，心里那个纠结呀，送走山娃子，他舍不得呀，可不送走，又怕真的引来大祸。就在这时，山娃子突然跑了过来，拉着李大山的手，说道：“爹，我不怕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。”李大山看着山娃子，心里那个酸呐，这孩子咋这么懂事呢？最后，李大山一咬牙，说道：“老先生，我谢谢你了。可这孩子是我从山上捡回来的，我就是他的爹，我不能送走他。不管他是啥来历，我都会好好待他的。”老头听了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也罢，也罢，这都是命啊。你回去后记得把那块玉佩收好，千万别让任何人看到。还有，这孩子将来的路，怕是不会平坦啊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”李大山连连点头，带着山娃子回家了。从那以后，他把玉佩藏得死死的，谁也不让看。山娃子也渐渐地长大了，聪明的吓人，很多东西一看就会，甚至有些东西李大山都没见过，他却知道。村里人都说这山娃子将来必成大器，可李大山心里那个忐忑呀，这孩子到底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呢？直到有一天，村里突然来了一群人，他们穿着奇怪的衣服，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法器，一看就不是善茬。他们找到李大山，说他们是龙脉守护者，要带走山娃子。李大山一听，心里那个急呀，说啥也不让他们带走山娃子。可那些人根本不听他的，上去就要抢山娃子。李大山一看这架势，也豁出去了，跟他们打了起来。可李大山哪是这些人的对手啊，没几下就被打倒在地。眼看着他们就要把山娃子带走，突然一道金光从李大山家的院子里冲了出来，直奔那些人而去。那些人一看这架势，吓得赶紧往后退。只见那金光越变越大，最后变成了一条金龙，盘旋在空中，发出一声声震耳欲聋的龙吟。村里人都被这动静给惊动了，纷纷跑出来看。只见那条金龙在空中盘旋了几圈，然后一头扎进了村口的大水塘里，没了踪影。那些人一看这架势，吓得赶紧跑了。李大山爬起来，跑到水塘边，大声喊道：“山娃子，山娃子！”可喊了半天也没见山娃子出来。李大山心里那个绝望啊，这孩子怕是真的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村口的大水塘就多了一个传说，说那里面住着一条金龙，是山娃子变的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村里人还能听到阵阵的龙吟声，仿佛在诉说着那段不为人知的往事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邻家抠门孙满堂，财主好善却无子，道士你屋下有阴沟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那孙满堂家的事儿可真够邪门的。村头的大槐树下，几个老汉围坐一圈，抽着旱烟，聊着村里最近发生的怪事。哦，孙满堂，那抠门鬼能有啥事儿？李老汉吧嗒了一口烟，眯缝着眼问道：“嘿，你还真别说，这回可不是他抠门的事儿了，是他那屋邪乎得很。”王老汉神秘兮兮地说，压低了声音，仿佛生怕被谁听了去。咋回事儿？快说说。旁边几个老汉一听，都来了精神，纷纷凑近。是这么回事儿，孙满堂那屋啊，最近老是半夜传出哭声，那声瘆人得很。村里人都说那是鬼在哭呢。王老汉边说边抖了抖旱烟锅，烟灰洒了一地。众人一听，皆是面露惊色。这孙满堂平日里抠门出了名的，村里人都不愿与他打交道，
可没想到他家竟会闹出这等邪事。要说这孙满堂，那可真是个吝啬鬼，平日里一毛不拔，连自家亲戚都不放过。村里人谁要是向他借点东西，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。可就是这么个抠门的人，偏偏住在村里最豪华的宅子里，那宅子还是他祖上传下来的，据说当年可是花了大价钱建的。可奇怪的是，孙满堂家虽然有钱，却一直没个儿子，只有一个闺女，如今也嫁到了外地。村里人都说这是他抠门抠的报应，上天不让他有后。而村西头有个财主叫赵善人，家里良田千顷，金银满屋，可他为人却极为和善，经常帮助村里的穷人。可就是这么个好人，偏偏也是膝下无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还体弱多病。这天赵善人像往常一样，在自家院子里晒太阳，忽然听见外面一阵吵闹声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道士打扮的人正被几个村民围着。那道士手持一根桃木剑，浑身透着一股子仙气。各位乡亲，贫道云游至此，见贵村上空有股邪气笼罩，特来查看。道士的声音洪亮，中气十足。村民们一听，皆是面露惊色，纷纷议论起来。赵善人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想到自己膝下无子，说不定就是这邪气闹的，便连忙起身迎了上去。道长，我家也有一事相求。您看，我这宅子也算是村里数一数二的，可我却一直没个儿子，不知是否与这邪气有关。赵善人说着，便请道士进了家门。道士一进门，便四处打量起来，眉头紧锁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赵善人见状，心里越发忐忑起来。道长，您看我这宅子可有啥不妥之处？赵善人小心翼翼地问道。道士没有回答，而是走到院中，闭上眼睛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忽然，他猛地睁开眼睛，手指向赵善人屋后的一个方向。问题出在这儿。道士说着，便带着赵善人来到了屋后，只见那里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阴沟，沟口被杂草掩盖，若不仔细瞧，根本发现不了。这阴沟直通地下，乃是阴气汇聚之地，长期下去，你家自然不会有子嗣。道士解释道。赵善人一听，恍然大悟，连忙请道士帮忙解决。道士点点头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符纸，贴在了阴沟口上，然后又念了几句咒语。只见那符纸无火自焚，化作一缕青烟，飘进了阴沟。好了，贫道已用符咒封住了阴沟，从此你家便不会再受阴气侵扰。道士说完便转身欲走。赵善人感激涕零，连忙取出银两酬谢道士。道士却摆摆手，笑道：贫道云游四海，不求名利，只愿世间少些苦难。你只需记住，多行善事，自有福报。说完，道士便飘然而去，只留下一阵清风拂面。赵善人望着道士远去的背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回到屋里，将此事告诉了妻子。妻子一听，也是激动不已，两人当即决定，今后一定要多做善事，以报道士之恩。而另一边，孙满堂听说赵善人家请了道士驱邪，心里也是咯噔一下。他想到自己家里最近也是怪事连连，说不定也是被这邪气闹的，于是他也想请那道士来瞧瞧。可等他派人去打听时，才知道那道士已经走了。孙满堂心里那个急呀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转。这天晚上，孙满堂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心里一直在想着那道士的事儿。忽然，他听到窗外传来一阵哭声，那声音正是他最近经常听到的。孙满堂吓得一激灵，连忙从床上坐了起来。他壮着胆子走到窗前，打开窗户一看，只见一个黑影在院子里飘荡，那哭声正是从那黑影嘴里发出来的。
孙满堂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屋里，把门紧紧关上。他在屋里哆嗦了一夜，直到天亮才敢出门。第二天，孙满堂便病倒了，躺在床上，茶饭不思，嘴里一直念叨着鬼鬼呀。村里人听说后，都纷纷摇头叹息，说这是他抠门抠的报应。而赵善人这边，自从道士驱邪后，家里果然平静了许多，再也没有听到那诡异的哭声了。而且不久后，赵善人的妻子竟然怀孕了，这可把赵善人高兴坏了，整天笑得合不拢嘴。村里人都说这是赵善人行善积德的报应，上天终于给了他一个儿子。转眼间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赵善人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。赵善人看着儿子那粉嫩的小脸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他给孩子取名叫赵福，希望他能一生平安幸福。而孙满堂那边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，整天躺在床上胡言乱语，嘴里一直喊着鬼鬼呀，别来找我。村里人都说他这是被鬼缠上了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果然，不久后孙满堂便一命呜呼了。他死后家里更是怪事连连，不是东西莫名其妙的失踪，就是半夜里传来诡异的哭声。村里人都说这是孙满堂的鬼魂在作祟，谁也不愿意靠近他家。后来，孙满堂家的宅子便荒废了下来，成了村里的一处鬼宅。而赵善人家呢，因为有了儿子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，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对象。可就在赵福5岁那年，赵善人却突然得了一场怪病，卧床不起。村里人都说这是孙满堂的鬼魂在报复赵善人，因为他占了孙满堂的宅子，抢了孙满堂的运气。赵善人听后心里十分难过，他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报应。就在赵善人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，那个道士又出现了。他来到赵善人的床前，看着赵善人那憔悴的面容，叹了口气：“善人啊善人，你一生行善积德，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？”道士自言自语道。赵善人一听，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，他哽咽着说：“道长，我也不知为何会这样啊，我一生没做过亏心事，为何会得此报应？”道士没有说话，而是走到院子里，四处打量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他便来到了赵善人屋后的那条阴沟前。他蹲下身子，仔细查看了一番，然后眉头紧锁，似乎发现了什么。原来如此，道士喃喃自语道。赵善人一听，连忙问道：“道长，您发现什么了？”道士站起身来，看着赵善人说：“你屋后的这条阴沟，虽然已被我封住，但里面的阴气并未完全消散。而且这条阴沟与孙满堂家的宅子相连，孙满堂的鬼魂便是通过这条阴沟来报复你的。”赵善人一听，吓得脸色苍白，他连忙问道：“道长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道士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要想彻底解决此事，必须将这条阴沟彻底填平，断了孙满堂鬼魂的退路。”赵善人一听，连忙点头答应。他吩咐家人找来土石，将那条阴沟彻底填平了。果然，自从阴沟被填平后，赵善人的病情便逐渐好转了。不久后，他便完全康复了。村里人都说这是道士的功劳，赵善人能捡回一条命，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。而孙满堂的鬼魂呢，自从阴沟被填平后，便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村里人都说他的鬼魂已经被道士超度了，去了极乐世界。可赵善人心里明白，孙满堂的鬼魂并没有真的消失，他只是被暂时困住了。而要想彻底解决此事，还需要找到孙满堂的尸骨，将他好好安葬，让他入土为安，这样才能真正化解他的怨气。
于是赵善人便派人四处打听孙满堂的尸骨所在。经过一番周折，他们终于在孙满堂家的后院里找到了他的尸骨。原来孙满堂死后，家人为了省事，便将他草草埋葬在了后院里。赵善人看着眼前这堆白骨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没想到孙满堂死后竟然落得如此下场，连个像样的坟墓都没有。他叹了口气，吩咐家人将孙满堂的尸骨好好安葬在村外的公墓里。安葬完孙满堂的尸骨后，赵善人本以为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可没想到就在孙满堂下葬的当天晚上，赵善人的家里又出事了。那天晚上，赵善人一家都睡得很早。半夜里，赵善人突然被一阵哭声惊醒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一个黑影正站在他的床前，那哭声正是从那黑影嘴里发出来的。赵善人定睛一看，吓得差点没从床上蹦起来。那黑影竟然是孙满堂的鬼魂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赵善人结结巴巴地问道。孙满堂的鬼魂没有回答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那眼神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了一般。赵善人吓得浑身哆嗦，他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想要逃跑，可没想到他的腿就像被灌了铅一样，根本迈不开步。就在这时，孙满堂的鬼魂突然张开嘴，露出了一口森森白牙，朝着赵善人就扑了过来。啊！赵善人吓得大叫一声，从床上滚了下来。这一声大叫把家里的人都吵醒了，他们纷纷来到赵善人的屋里。只见赵善人满头大汗，脸色苍白，嘴里不停地喊着鬼鬼呀！家人们一看这架势，都吓得不行。他们连忙将赵善人扶到床上，又请来了村里的老中医，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定惊的药。老中医走后，赵善人的妻子看着赵善人那憔悴的面容，心疼地说：“善人呐，你这是咋了？咋会被鬼缠上呢？”赵善人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本以为安葬了孙满堂的尸骨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可没想到他的鬼魂竟然又找上门来了。”家人们一听，都吓得不行。他们纷纷议论起来，说赵善人这是惹上了不该惹的人，遭到了报应。就在赵善人一家人心神不宁的时候，那个道士又出现了。他来到赵善人的家里，看着赵善人那憔悴的面容，叹了口气：“善人啊，善人，我早已告诫过你，要想彻底解决此事，必须找到孙满堂的尸骨，将他好好安葬。可你为何还要将他葬在公墓里呢？”道士责备道。赵善人一听，愣住了。他疑惑地问：“道长，难道公墓里不能安葬吗？”道士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公墓里虽然可以安葬逝者，但那里的阴气太重，不利于逝者的灵魂安息。孙满堂的鬼魂之所以又找上门来，就是因为他的灵魂在公墓里得不到安息，所以才会回来报复你的。”赵善人一听，吓得脸色苍白，他连忙问道：“道长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道士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要想彻底解决此事，必须将孙满堂的尸骨从公墓里牵出来，重新安葬在一个阳气充足的地方，让他的灵魂得到安息。”赵善人一听，连忙点头答应。他吩咐家人准备了一些东西，便跟着道士来到了公墓。在道士的指导下，赵善人一家将孙满堂的尸骨从公墓里牵了出来，然后又重新找了一个阳气充足的地方，将他安葬了。安葬完孙满堂的尸骨后，赵善人本以为这下可以彻底解决了，可没想到就在孙满堂下葬的当天晚上，赵善人的家里又出事了。那天晚上，赵善人一家都睡得很早。半夜里，赵善人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个人影，那人影手里还拿着一根明晃晃的棍子。赵善人吓了一跳，
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壮着胆子问道：“谁呀？”门外的人影没有说话，只是用棍子狠狠地砸着门。那砸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。赵善人吓得浑身哆嗦，他连忙穿上衣服，跑到院子里。他打开门一看，只见门外站着的人竟然是村里的李二狗。李二狗，你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我家来干啥？赵善人结结巴巴地问道。李二狗没有说话，只是用那双血红的眼睛狠狠地盯着赵善人。他手里的棍子还在不停地挥舞着，仿佛随时都要朝赵善人砸过来。赵善人一看这架势，吓得连连后退。他一边后退一边喊道：“你别乱来呀，我可没招你惹你呀！”李二狗没有说话，只是朝着赵善人就扑了过来。赵善人吓得大叫一声，转身就跑。赵善人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李二狗疯了，要杀人啦！”这一声大喊把村里的人都吵醒了，他们纷纷跑出家门。只见赵善人衣衫不整，满头大汗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救命啊！李二狗疯了！”村民们一看这架势，都吓得不行。他们连忙将赵善人围了起来，询问到底发生了啥事儿。赵善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李二狗他疯了，要杀我呀！”村民们一听都愣住了，他们纷纷议论起来，说李二狗平时挺老实的，咋会突然疯了呢？就在这时，只见李二狗手里拿着棍子，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他浑身是汗，脸色苍白，嘴里不停地嘀咕着：“孙满堂，孙满堂，你为啥要害我？”村民们一听都吓得不行，他们纷纷后退，生怕李二狗会伤及无辜。赵善人一看这架势，吓得差点没瘫在地上。他哆哆嗦嗦地说：“李二狗，你别乱来呀，我可没招你惹你呀！”李二狗没有说话，只是用那双血红的眼睛狠狠地盯着赵善人。然后他突然举起手里的棍子，朝着赵善人就砸了过来。赵善人吓得大叫一声，转身就跑。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李二狗真的疯了，要杀人啦！”村民们一看这架势，都吓得不行，他们纷纷抄起家伙，朝着李二狗就冲了过去。经过一番搏斗，他们终于将李二狗制服了。将李二狗制服后，村民们纷纷询问他到底为啥要害赵善人。李二狗喘着粗气，脸色苍白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，我就是觉得孙满堂的鬼魂在找我，他要害我呀！”村民们一听都愣住了，他们纷纷议论起来，说这事儿真是太邪乎了，孙满堂的鬼魂竟然还没找到安息之地，还在四处害人。就在村民们议论纷纷的时候，那个道士又出现了。他来到赵善人的家里，看着赵善人那惊恐的面容，叹了口气：“善人啊善人，我早已告诫过你，要想彻底解决此事，必须将孙满堂的尸骨安葬在一个阳气充足的地方。可你为何还要将他葬在公墓附近呢？公墓附近虽然阳气足，但那里的气场太复杂，不利于逝者的灵魂安息。”道士责备道。赵善人一听愣住了，他疑惑地问道长：“那现在可如何是好？”道士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要想彻底解决此事，必须将孙满堂的尸骨再次牵出来，重新安葬在一个远离村庄、阳气充足且气场纯净的地方。”赵善人一听连忙点头答应。他吩咐家人准备了一些东西，便跟着道士来到了孙满堂的新坟前。在道士的指导下，赵善人一家将孙满堂的尸骨再次牵了出来。然后他们又在道士的带领下，来到了一个远离村庄、阳气充足且气场纯净的地方，将孙满堂重新安葬了。
安葬完孙满堂的尸骨后，赵善人本以为这下可以彻底解决了，可没想到，就在孙满堂下葬的当天晚上，赵善人的家里又出事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